逼疯沃尔玛，穷人超市年入6579亿。从食品杂货铺到击退沃尔玛，穷人超市 Aldi 是如何实现逆袭的？1997年在全球快速扩张的沃尔玛，年销售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也正是这一年，沃尔玛将目光投向了欧洲的德国。财大气粗的沃尔玛呢，以12亿欧元的天价收购了德国大卖场经销商旗下的21家自助店，强势挺进德国市场。次年，更是通过收购另一家德国零售商旗下的74家连锁超市，一跃成为德国第4大零售商。正当春风得意之时，外来户沃尔玛却遭到了一股来自德国本土力量的顽强抵抗，加上对异国他乡的适应程度不足，沃尔玛的经营状况日益下滑，最终在2006年宣布在德国亏损了10亿美元，全面退出了德国市场。逼退沃尔玛的带头大哥由此得以一战成名，扬眉吐气。这个带头大哥就是有着穷人超市之称的 Aldi， 中文名字叫做奥乐奇。或许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未听说过这家来自德国的零售商，但它在欧洲却是家喻户晓。而就在前不久，奥乐奇在上海开出了2家门店，正式开启了在中国市场的掘金之路。首先来看看屌丝如何逆袭的。奥乐奇最早创立于1913年，其名字源于德语单词折扣和阿尔布莱希特的缩写，意思是阿尔布莱希特家族经营的廉价折扣超市。这也正是奥乐奇问世至今矢志不渝的经营理念。起初奥乐奇只是一家小小的食品杂货铺，但阿尔布莱特家族的野心绝不仅仅是做杂货铺这么简单。1948年，阿尔布莱希特从母亲手中接过了店面，开始了连锁经营。从1966年起呢，奥乐奇开始拆分为完全独立的2个部分：北方集团和南方集团。其中，北方集团主要负责西欧市场的拓展，包括了当时的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葡萄牙等国家。南方集团呢，专攻国际市场业务的拓展，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瑞士、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地都是其目标所在。经过多年的发展，奥乐奇硕果累累。据该公司的官网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底呢，奥乐奇2大集团在全球共拥有超过1万家门店，近20万名员工。在德国本土，有约3%的居民都是奥乐奇的常客。有其他相关统计也显示，奥乐奇2016年实现营收规模约770亿美元，位于全球10大零售超市巨头中的第5位。2011年到2015年的收入复合增速高达8%，而同期德国的 GDP 平均增速不到2%。时至今日，奥乐奇已经成长为德国最大的连锁折扣零售商，在全球范围内极具品牌价值。根据公布的2019年度全球零售商力量报告中显示，全球10大零售商排行中，奥乐奇名列第8。而2018年世界品牌500强榜单中，奥乐奇排名第424位。看来屌丝的确逆袭了，但他是如何逆袭的？离不开他的低价高质。奥乐奇能从起初的食品杂货铺一步一步地完成逆袭，离不开其低价高质的经营理念。早在2战结束的时候工业的迅速恢复让德国经济重振雄风。然而，受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滞胀危机的影响呢，德国经济的增速下滑极为明显，而下行压力也与日俱增。增速的不断放缓，使得德国居民在日常消费上开始逐渐向理性回归，并越来越关注物美价廉的商品。而奥乐奇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其主要目标客户锁定为低收入者，尤其是那些无固定收入的居民，包括大学生外籍工人等等，收入不高且对价格极度敏感的群体，向他们出售廉价且优质的超市，这是奥乐奇穷人超市外号的由来。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奥乐奇历经过德国经济的起起落落，但它始终坚守着低价高质的原则，力求让所有消费者获得物超所值的商品。毕马威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奥乐奇商品的价格较一般超市便宜20%到30%，个别商品较沃尔玛能便宜50%还要多。值得一提的是，奥乐奇并没有因为主打低价就降低了商品的质量要求，反而是采用各种苛刻的手段对商品质量进行把控。具体而言奥乐奇的商品供应商在供货之前必须要提交权威调查机构出具的达标证明，并要通过独立实验室的产品检测。新品在接受订货后，首先要在部分超市进行至少3个月的试销，得到顾客的广泛认可后，才能彻底的放开销售。奥乐奇的每家门店都会随时对上架商品做常规检查，一旦发现商品的瑕疵，立马下架。
对商品的保质期同样严格监控。例如，面包在过期5天之前就开始进行打折处理，而保质期限更是加大加粗，确保顾客能够第一时间看到。而售后方面，奥乐奇为消费者提供了无条件退货服务，尽可能简化退货手续，以降低投诉的处理成本。而售出的商品一旦发现安全问题，也立即启动召回程序。以上种种也充分彰显出奥乐奇真的是想方设法的为顾客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这完全不同于常言说的便宜没好货。那么亲民的价格与优秀的品质，让奥乐奇受到了德国民众的大力追捧。经济低迷时期尤其如此。如此一来呢，奥乐奇不仅塑造了极佳的品牌形象，还实现了长期稳定的营业增收与业务扩张。而屌丝逆袭的剧情的上演，自然也水到渠成。此外，随着进军全球市场的步伐逐渐加快，奥乐奇紧跟消费潮流，继续坚守低价高质策略的基础上，还提供更多新兴的健康产品让消费者选择，进而吸引到了很多中产阶级人群的青睐。自此奥乐奇的客户范围进一步扩大，将低收入人群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都囊括在内，而这也反哺了奥乐奇的持续发展。来看看它的4大杀招。杀手锏呢，除了经营理念层面的低价高质之外呢，奥乐奇的成功还要归因于其经营实践层面的4大杀手锏。一个是精简的 SKU。当绝大多数商家千方百计地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购物，追求商品的种类齐全的时候，奥乐奇对此并不感冒。举例说明，美国的零售行业平均 SKU 为14000个左右，奥尔玛的 SKU 甚至超过了2万个，而奥乐奇的 SKU 只有1100个到1400个。尽管 SKU 不多，但奥乐奇的商品门类非常齐全，满足广大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所需是绰绰有余。同时，为了确保销量，奥乐奇通常会选择爆款商品上架售卖，而销量不佳的商品会不定期的强制下架。这种打法呢，能为奥乐奇带来至少3点好处。第一个呢，降低了物流成本与货架的规模，减少了纷繁复杂的品牌选择程序，可以通过对某些商品的大量采购来降低成本，也在无形之中造就了奥乐奇坚实的竞争壁垒。第二个是采用自有品牌来巩固竞争优势。所谓自有品牌呢，是指零售商通过搜集、整理、分析消费者对某类商品需求特征的信息，提出新产品的功能、价格、造型等方面的开发设计要求，进一步选择合适的生产企业进行开发生产，或者自己来建产生产。最终由零售商使用自己的商标对新产品注册，并在本企业内销售的一种战略。其好处在于省去了诸多的中间环节与各种广告费用，降低了成本并保证了质量，同时在定价上更为低廉。而薄利多销的方式往往可以给零售商带来极为可观的利润。根据研究报告，国际零售企业的自有品牌商品所占比例一般是20%左右，但奥乐奇的自有品牌商品占比达到了骇人听闻的90%以上，远远高于其他的同行。不仅如此奥乐奇在开发自有品牌的过程中，还建立起完整的质量控制流程，从原产品和产品设计到原材料到供应链的优化与质量检测，全方位的提升了其自有品牌的质量，这也进一步的巩固了奥乐奇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第3点就是极致的供应链管理模式。根据我们前文讲的那样，为了保证商品的质量，奥乐奇对其上游供应商的要求如此之严格，堪称苛刻。可是即便如此，依然有无数的供应商希望跟奥乐奇建立起合作的关系，这从侧面反映出奥乐奇在供应链管理上的出众。根据相关研究报告表示，这种供应链管理上的出众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是单品采购规模极大。精简的 SKU 与商品的低价优质，让奥乐奇的单项商品极其畅销，因此引发了超高的单品采购量，供应商则可因此加大批量生产并获得规模报酬。其二呢，上下游企业长期平等的合作，在确认过眼神、遇上对的人之后呢，奥乐奇都会采取长期订货的方式，大多数订单往往一签就是10年。加上奥乐奇庞大而稳定的采购量与良好的口碑，供应商只需有计划的安排生产即可，而不必为销售或打广告分心。此外，奥乐奇还推出了奥乐奇工厂升级计划，免费帮助供应链上企业员工进行业务技能、沟通交流技能、应对突发事件如何保护自己等的培训，进而助力供应链体系的升级改造。第3呢，非常值得推广，不拖欠供应商的款项。奥乐奇并没有因为自己在供应链上的强势地位，就找各种理由去跟供应商讨价还价或者克扣货款，而是在商品出厂后1周内就将货款汇到供应商的账上。这也在提高供应链运行效率的同时，也体现出奥乐奇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共赢，而非简单的利益关系。第4是人员的从简与素质的过硬。在用人方面，奥乐奇同样秉承了精简的理念。据统计奥乐奇平均单店只需要10到16名员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而员工
工队伍精简的另一面是每个员工都是身兼18般武艺的多面手，进货、理货、配送、收银、保洁等样样精通，大大提升了奥乐奇的高人效。奥乐奇的人效约为沃尔玛的2倍。不仅如此，奥乐奇还建立起一套良好的激励机制，可以提供给员工超过行业平均数50%的薪资水平，并通过学徒制度在员工培训期间能够经历各个岗位的培训，全方位提高个人素质，以此来增强员工的归属感，降低人才的流失率。其结果就是奥乐奇员工的平均在职时间超过6年，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以上便是成就奥乐奇辉煌的秘诀。那最重要的是一份坚守了。屌丝逆袭的励志剧本从来都是迷人的，而奥乐奇从过去的默默无闻成长为今天足以在本土市场硬杠沃尔玛的零售巨头，让人感慨良多。从1913年创立至今，奥乐奇已经发展了106个年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德国乃至全球各地的零售行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大民众的消费习惯与偏好也在持续的更迭升级。可是，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纵使市场在不断变化，奥乐奇依然能够做到屹立不倒且历久弥新。除却各种商业模式与经营手段之外，最为精髓的地方在于，奥乐奇始终坚守着零售的本质。纵观零售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无论形式与业态如何演变，任何时候都绕不开成本、质量、效率与体验这4个关键词。而这些也是零售最为本真与原始的魅力。于奥乐奇而言，正是凭借这一原始魅力来吸引消费者，而非执着于丰富的品牌陈列、炫酷的门店设计、个性化的定制营销或者差异化服务。直观的表现就是，奥乐奇平均门店不到1万平方米，装修风格极其简约，鲜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装饰或者场景，客户上门就是为了从奥乐奇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仅此而已。另外呢，同主流零售巨头相比，奥乐奇的打法同样显得有些朴素。比如，以提供低价高质的商品为宗旨，在其基础上追求精简的 SKU， 通过高效协同的供应链，通过建设自有品牌、完善激励机制等方式来留住人才与降低成本，建立起高竞争壁垒之后，再向全球不断扩张。至于那些充满噱头的新兴业态，在奥乐奇身上很少能够看得到。虽然这种朴素并没有带来响彻寰宇的知名度或者极高频次的上头条，但却使奥乐奇稳扎稳打地走过了1个多世纪，直到今天。把最简单的招式练到极致就是绝招，更何况这一招式并不简单，因为坚守本身就不容易。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华尔街周报》，我是安琪，我们下期再会。